魏宁辉，我过一个他的这个表现，后力，去你丫的！注意看，日本拳王赢下比赛，居然高兴的手舞足蹈庆祝，围着中国选手跳舞也就算了，甚至不停比划不尊重手势。这副样子不仅没有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，甚至对着镜头喊话自己就是所有中国人的克星，只要有不怕死的中国人发起挑战，见一个打死一个，绝对不留情面。如此嚣张的家伙就是日本羽量级踢拳霸主宫越庆二郎，这家伙还有个哥哥名叫宫越庆一郎，这两位兄弟足足统治了日本羽量级拳坛7年之久，无一人能够击败。当然，这也跟日本大陆人口少有一部分关系。相比较起来，中国地大物博，隐藏着许多绝世高手。自从一番战击败中国催泪大师魏宁辉之后，宫越庆二郎便以为中国选手们都是软柿子，能够轻松拿捏。在休息室，宫越庆二郎就对主持人要求提前准备好救护车，自己能够击败魏宁辉一次，同样能够击败2次。这次的比赛，自己绝对会将魏宁辉打残送进医院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魏宁辉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白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魏宁辉，蓝白短裤就是日本踢拳霸主宫越庆二郎。由于两位选手已经老对手，自然不会做出太多的试探动作，只管拿出自己所擅长的拳脚功夫招呼给对手。魏宁辉也明白自己最擅长打闪电战，对付外国选手只需一拳就能结束战斗，所以魏宁辉对宫越庆二郎所实施的动作势大力沉、简单粗暴，全部都是往对手的肋骨上招呼。但是宫越庆二郎这家伙的移动速度真的出奇的快，面对魏宁辉的出拳并没有丝毫让步，反而是配合闪避来对魏宁辉实施精准反击。一开场的2记标志性的左手的下位摆拳都打在了对手的肋部上面。做好防守，找机会，假动作，骗对方。小胖拳是越来越重，越来越连续。魏宁辉不会是中国羽量级的佼佼者，高频率的出拳出腿已经让宫越庆二郎压力倍增，无力还手，只能采取一些搂抱动作拖延比赛时间。就算搂抱，又如何？魏宁辉依旧有余力发起反击，干扰宫越庆二郎的比赛节奏。从这里就看得出魏宁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拼打型重炮手，怪不得那么多世界级拳王都败在魏宁辉的铁拳之下。中国拳坛能出现魏宁辉这等选手，何愁得不到发展？被打到很难防守，是。而且魏宁辉打比赛的时候，竟然是满脸微笑，又是高位的摆拳打到脸上，这真是恐怖的小胖。不过非常奇怪一点的是，日本选手蓝角选手他这个好像抗击打能力异常的强，到目前为止这么多重拳打在了肋部和脸上，竟然没有丝毫影响，移动很迅速。在首回合末尾，宫越庆二郎才想起来发起反击，但是这时候的魏宁辉已经用绝对实力压制住了对手。只要宫越庆二郎敢打出一拳，魏宁辉则会利用数倍的铁拳还以颜色，目的就是为了在首回合铃声响起前拿到大量比赛点数。当然，宫越庆二郎好歹是日本踢拳界一流的职业选手，短时间内被压制也并不代表会因此输掉比赛，关键就看后2回合魏宁辉能否拿捏住机会，继续压制对方。迎面打在对手脸上，因为小胖现在没有刺拳了，他前手是前手重摆拳，对，不做试探性进攻，每一拳都要全面到位。躲过对手的重拳，还以颜色，防守到位。好，还有10秒钟。但是想击倒这个日本选手，要有耐心。对，这日本选手啊还在还击，而且呢，左右2个直拳还打到了防守拳套里面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魏宁辉依旧保持上回合的勇猛战术，向宫越庆二郎发起猛攻。但是宫越庆二郎跟教练商讨过战术，也不再默默忍受。从这一刻起，比赛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魏宁辉虽然压制了对方，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恐怖的催泪拳，精准命中。这就相当于宫越庆二郎一直在死亡的边缘游走徘徊，一旦出现失误，必定会遭受到致命打击。连击，每一拳每一腿也很重。对。第一局这个比赛虽然打得很爆裂，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到蓝角。是的，后踹。
近身拼拳，所以蓝角确实有一个你讲的应有的力量。是的。哦，你看，然后连续3个拳，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，伤害性不大，但是这个很危险。铁腿迎接，飞膝，正蹬，哦，这个对勾，左手摆拳，哎呦，蓝方打的也很勇猛，完全不退让。不得不说，今天的比赛实在是精彩至极，令观众们不敢眨眼。不管是魏宁辉还是宫跃清二郎，都没有保留任何实力，一直出现你追我赶的比赛局势。上一秒魏宁辉正在压制对方实施催泪拳，下一秒就有可能会被宫跃清二郎化险为夷，转手为攻。两位选手打起来的确要比其他选手的比赛更为精彩。如果魏宁辉接下来的比赛继续猛攻下去，一定能够报仇雪恨，拿下胜利。同样危险。那对于红角来讲呢，首先要防守好，其次要保证体能不要下降。对，但第一局这么猛烈的进攻。蓝角也在顽强的抵抗，都是正拳，双方都很顽强。组合拳1、2、3、4。魏宁辉现在拳法呀，真的是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，而且能够控制得住，对，而且能发出力来。面对宫跃清二郎的刁钻拳脚，魏宁辉出拳的动作貌似更为果断一些。当然，由于两位选手频繁的互换拳脚，也导致体力下降严重。能跟魏宁辉打到现在难解难分，宫跃清二郎的确不辱日本踢拳霸主称号。这里可是中国大陆主场的比赛，魏宁辉对于今天的比赛势在必得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宫跃清二郎继续嚣张放肆下去。双方打出喜庆来了，打出故事来了。然后你看双方带着表情，然后现在蓝方在主动往路上轻松的防守。其实啊，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，眼睛是在看对方的，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，这是在找机会。很危险，双方都很危险，我觉得这种对，对，漂亮退让，对，一定要小心啊，双方都要小心，做好防守啊，双方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隐忍已久的宫跃清二郎终于决定发起猛攻，因为前2回合宫跃清二郎有多保留体力也比较充分，所以这回合是压制魏宁辉的最好时机。魏宁辉此时却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，一方面要提防宫跃清二郎的刁钻拳脚，另一方面则要在保持体力的情况下稳固比赛点数，所以宫跃清二郎准备抓住机会将魏宁辉 KO 送走。意识就是吃了亏之后马上迎上去再来，对，说明他不准备退让，他不准备退让。对，第一体能突围，第二技战术意识非常清晰。对，他是准备受你击拳的，但是真去打倒你，是找机会。对，两个人都想打 KO。对，我觉得这第3局是 KO 一个的感觉。看看谁能抓住这个微小的破绽。就是防守的一瞬间的输出，对，就可能 KO。这还能够上。此时此刻，台下的中国观众们不由得担心起魏宁辉会不会被 KO 送走。毕竟魏宁辉的体力状态特别差，面对宫跃清二郎的玩命进攻，普通选手很难撑到最后。而为了拿下比赛胜利，魏宁辉也没有停止反抗，这是关乎中国选手的尊严问题。一旦输掉比赛，肯定会有更多中国选手遭到宫跃清二郎的迫害，这是为什么魏宁辉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的原因。好，这个反击非常有效。手踹抓住时机，这是个最好的时机掌握的。控制距离，小心。手抬高，手抬高，手要拿起来，这个没有防守是非常危险。对。好，这有没有 KO？ 这是，好，天哪！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根据评审判定，魏宁辉通过比分优势赢下了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魏宁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